自然卷来头不一般，观音菩萨点破，他们多半来自这3个地方，来头太大了。欢迎来到国学易梦，新来的朋友点个免费订阅，祝各位订阅之友财气入户，事业高升，阖家安康，富贵绵长。千万别再嫌弃天生的自然卷，更不要随意调侃身边自带卷发的人。在传统国学与玄学命理中，天生自来卷绝非普通生理特征，而是罕见的贵相命格。观音菩萨曾留下传世记忆，直发入世度凡尘，卷发待会引仙根，道尽卷发之人的不凡本源。所有天生自然卷的人，前世大多并非纯粹凡胎，总共分为3类，特殊来历。这3类人各有天赋福报与专属宿命，一生注定难归平庸。只是极少有人知晓其中玄机。生活里多数人执着向外求索财富、名利贵人缘，却忽略了自身皮囊藏着的人生密码。一个人的相貌、毛发、体态，从降生那一刻就定格了性格、底色、祸福、走向与前世渊源。很多人天生卷发，自幼孤僻寡言，思维独特，难以融入群体，总觉得与世俗格格不入。其实这不是性格缺陷，而是特殊命格自带的气场，是先天本源带来的独特特质。今日就直白拆解自然卷背后的深层命理玄机，先纠正世人2大认知误区，这是读懂面相命格的基础，也是最容易被曲解的关键点。其一，切莫将相面、毛发、命理归为封建迷信，这是流传数千年的规律。总结，老祖宗的相术文化融合了人体生理、五行磁场与天道规律，绝非江湖敛财的噱头。《黄帝内经》记载，发为血之余，肾之华，对应五脏状态，是气血与天地磁场的媒介。头发的曲直软硬，直接对应个人五行禀赋与心性格局，绝非单纯基因遗传可以概括。其二，切莫认定命格定终身，命由天定，运由己造，是命理变的核心准则。先天命格只决定人生起点、天赋与短板，后天德行。心性才是祸福贵贱的最终关键。先天命格优越却作恶放纵，终将福尽祸来；命格平平却修身积德，亦可逆天改命。从五行相理来看，直发与卷发是2种完全对立的生命磁场，命格差距天差地别。人体毛发对应五行之木，木主生发，思为灵气，是人精气神的外在直观体现。寻常凡人的青木之气平和规整，外化于形，便是笔直顺滑的头发。适配凡尘烟火人生，天生自然卷之人，体内怒气充盈躁动，不受世俗规则束缚，气血流转更为灵动。过剩的灵动木气在头皮郁结流转，无法规整舒展，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来卷形态。麻衣相法古籍明确批注，画卷如浪，灵性超群，福祸两极，非凡俗子可比拟。卷发之人眼界高远，思维跳脱，不被陈旧观念捆绑，智慧悟性远超普通寻常之人，但其人生运势呈2极分化。修心积德可成龙成凤，放纵心性则会偏激坎坷。结合多年命理参悟与识人经验，我总结出自然卷人群共通的3大核心特质。第一，悟性卓绝，直觉通天。
拥有与生俱来的通透感知力与局势洞察力。普通人耗费数年参悟了人生道理，卷发之人往往一眼看透本质，洞察人心吉凶。这类人适配国学、玄学、艺术等，需要灵感悟新的领域。刻板工作只会埋没天赋。第二，心性孤傲，自带风骨，骨子里藏着傲骨，不屑虚伪的人情应酬与世俗圆滑，他们不愿为利益迎合他人。少年时常被孤立误解，中年后却能凭专注稳步成长。第三，心思敏感，极易内耗。超强感知力的背面是情绪细腻，易被外界磁场影响，他们习惯过度揣摩他人言行，反复胡思乱想，一生都在与自我情绪内耗博弈。这也是多数卷发之人天赋出众，却时常陷入焦虑、迷茫、难以顺遂的核心缘由。同样是自然卷，人与人命运差距悬殊，核心源于前世本源的三类不同归宿。观音菩萨点化的三处先天来处，精准划分了卷发之人的天赋短板与今生使命。第一类自然卷之人，源自灵山佛域，是带着慧根下凡历练的佛门修行者，既是世间最常见、福报最深厚的卷发命格，也是最具慈悲心性的一类人群。这类人前世常住灵山修行，或是佛门童子侍者，或是潜心悟道的修行人，因尘缘未了，夙愿未偿，或是受佛子委派转世凡尘历练心性普度有缘人。佛门自古有卷发为相、慧根天成的说法，诸佛菩萨罗汉造像皆为螺旋卷发。这不是古人随意创作的造型，而是佛门最高级的修行密码与心性象征。笔直发丝对应凡尘执念与七情六欲，卷曲发丝代表破除枷锁、圆融通透的心境。循环往复的卷发象征因果轮回、万法归一，是修行者看破虚妄的专属印记。长期浸染灵山禅气，佛气的修行者毛发会褪去凡尘直白之相，转为卷曲形态。即便转世投身凡尘肉身，先天佛根与通透心性也会伴随一生，不会消散。佛门转世的卷发之人有着极为鲜明的专属特征，极易精准分辨。他们的发质细密柔软，卷曲均匀成细碎小浪，发丝乌黑有光泽，极少干枯毛躁，整体卷度温润内敛不张扬，自带温和慈悲气场。那门初见便心生清净，这类人心性纯良至极，共情能力极强，天生见不得世间疾苦，于弱者受难。他们乐于无常助人，远离是非争斗，从不主动算计他人，受委屈也愿以德报怨，平生不喜结恶缘，哪怕遭遇伤害背叛，也会选择宽容释怀，守住自身善念。他们以佛、道儒文化缘分极深，自幼莫名偏爱寺庙佛像与各类修行典籍，年少或许受世俗影响排斥玄学，中年必定主动悟道修心，探寻人生真谛。这类人常梦到佛菩萨，每逢危难困境，总能逢凶化吉，冥冥之中自有护佑。但佛门转世者最大的宿命短板是亲情、因缘浅薄，凡尘缘分多有缺憾，前世常年亲近修行，斩断情爱羁绊，先天心性本能排斥浓烈的世俗情欲，他们与家人三观难合，难以深度共情，
很难得到亲人的偏爱与理解，姻缘运势更是坎坷，要么难遇正缘，要么婚恋矛盾断，难逃离别背叛，看似身边有人环绕，内心永远孤身独处，懂维系亲密关系，偏爱亲近独处。这并非性格缺陷，而是先天宿命使然。本是灵山清净客，难念凡尘烟火情。送给这位佛门卷发者一句修行真言：不必强求合群，不必苦求世俗因缘。孤独从来不是惩罚，而是专属修行道场。此生使命重在修己度人，积攒福报，守住本心，亲近他时，修心行善，便能圆满前世修行，收获终身安稳顺遂。第二类自然卷之人，源自九天仙域，是身负绝世天赋的天界修仙者，与灵体建立命格来头同样不凡。区别于佛门修仙之人，主打天赋神通与逍遥心性。他们前世多为天界上仙，同草木精灵，或是司职一方的天界小神。佛门转世者重在慈悲度世，仙域转世者重在施展天赋自在，活出本心。道家古籍记载，仙人气聚于身，发显灵性本质，逍遥不诱凡尘规矩。凡人气血流转直白单向，仙人气血周天循环往复，灵气充盈周身经脉。这般独特的气血磁场外化于发丝，便形成了大气舒展的大波浪自然卷。仙域转世者多为大卷慵懒发质，发丝偏粗，韧性极强，卷度开阔不局促。面相学中将此种卷型定义为仙云卷，是世间顶级的天赋，贵相极为难得。古今半数以上的书画大家，商业巨鳄，谋略奇才，天生皆是此类。仙云卷命格，足以证明这类命格天赋卓绝，只要潜心深耕，便能在专属领域登顶巅峰。仙域转世的卷发之人，拥有四大鲜明特质，是区别于其他卷发者的核心标志。第一，先天天赋加持，在专属领域拥有常人难及的先天优势与通透悟性，无需笨鸟先飞刻意苦熬，上手速度远超常人，稍加钻研便能超越深耕数年者。无论是艺术创作、商业布局还是技术谋略，都能快速找准核心，展露过人天赋。这是前世仙域修为沉淀的本能，是普通人穷尽一生都难以企及的先天底牌。第二，心性桀骜叛逆，极度向往身心自由，骨子里毫无世俗鲁迅与盲从之心。年少反感刻板校规束缚，成年抵触职场欺压榨，厌恶婚恋关系的捆绑约束。他们毕生最大的追求从不是财富地位，而是无拘无束的自在与随心刻板。朝九晚五的生活只会消磨其灵气天赋，束缚其格局眼界。绝大多数仙云卷命格者，最终都会走向自由职业、创业创作的人生道路。第三，心气极高，甘平庸，眼界格局远超同龄同辈，从不甘于屈居人下。少年因心性浮躁，经验不足，容易眼高手低，屡屡碰壁，难有实质性突破。中年沉淀心性，收敛傲气后，便能厚积薄发，一飞冲天，成就一番事业。需谨记，天赋从不是肆意妄为的资本，持之以恒的生根才是成事的根本。恃才傲物，好高骛远，只会白白浪费先天天赋，最终落得一事无成的结局。第四，
贵人运旺盛，偏财极佳，干净灵动的仙域磁场，极易吸引贵人帮扶。人生关键节点常有贵人点拨扶持，化解危机，突破瓶颈，一路助力成长。偏财运势远胜固定正财，适配投资，副业创作变现，持板薪资，难发挥其财运。观音菩萨曾批注此类命格，先卷者天赋冠绝，成败皆由本心所定。心性浮躁则自毁前程，恭敬沉稳则万事可成。核心全在自我修行。送给仙域转世者一句真言：收傲弃养，静气成本心，生根一育，久久为功。稳住心性，摒弃速成执念。你的先天天赋足以支撑你登顶人生巅峰。第三类自然卷之人，源自凡尘异界，是数量最少、命格最特殊的渡劫悟道者。这类人命运起伏最大，渡劫难度最高，也是后福最厚重的一类特殊命格。他们既非灵山修者，也非九天仙客，而是三界缝隙与六道余脉的灵体众生，前世积攒业障，执念深重，无法超脱净土，也无法安稳转世为人。天道心怀慈悲，赋予其凡尘渡劫的机会，历经磨难，洗刷业障，破除执念。前世心性偏执，情志极端，气血躁动狂暴，转世后外化于发丝，便是杂乱卷。记得卷发粗硬，干枯毛躁，大小卷交织无序，难以打理，外观张扬杂乱相数。命理中将其定义为结相卷专属对应，历经磨难，先苦后甜的渡劫格。渡劫卷之人天生聪慧，感知敏锐，却是公认的苦命人。早年磨难源源不断，相较于前两类人，他们的人生挫折更多，坎坷更重，心性磨砺更彻底。我总结出三类核心特征，方便大家对照自身，认清命格本源与人生走向。第一，早年运势坎坷，少年童年多磨难，原生家庭大多存有缺憾，要么家人不和，终日内耗，要么亲情疏离，缺少关爱，要么家境贫寒，早早成家，要么自幼体弱多病，常年受病痛困扰。人生开局远不如寻常普通人顺遂，很多人真诚待人，踏实努力，却始终祸事缠身，诸事不顺，时常自我怀疑。实则这并非天生不祥，而是渡劫命格的必经之路。磨难皆为消业还债，天道公平无偏颇，所有早年的坎坷困顿，都是在为后半生的福报铺路。第二，心性两极分化，情绪极易极端，是这类命格最明显的短板。平日待人温和，重情重义，心思细腻，待人处事皆存善意与包容之心，可一旦触及底线，遭遇刺激，便会瞬间失控，暴躁、偏执，陷入深度内耗纠结。这类人一生最大的修行课题，便是掌控情绪，化解执念，修得平和本心。他们罹患心理内耗相关问题的概率，远高于前两类卷发与直发人群。唯有稳住情绪，放下偏执，才能顺利渡劫，解锁后半生的顺遂福运。第三，大器晚成后福。身后30岁是建立命格最关键的人生顺遂礼。30岁之前，霉运缠身，波折不断，所有磨难都是打磨心性，洗刷业障，熬过30岁关口，
执念逐步破除，心性彻底成熟，业障尽数消解，死后财运、事业运、贵人运呈爆发式增长，远超身边同辈普通人，晚年更是福禄双全，安稳顺遂。所有吃过的苦都会化作后半生的甜，世间渡劫之人皆是先历万丈风霜，再览星辰大海，苦尽方能甘来。送给渡劫眷朋友一句渡忌真言：早年磨难非天罚，皆是渡劫洗旧账。心平气和破执念，30而立福自昌。稳住本心，终能涅槃重生。综合三内卷发命格来看，自然卷之人天生自带特殊因缘，注定难走平庸路。细碎柔卷是佛遇来人此生心度，人看淡情爱得失，清净便是归途。大气大卷是先遇来人，此生深耕天赋，收敛浮躁，傲气自在即是圆满。杂乱结卷是异界渡劫人，此生磨砺心性，破除偏执执念，苦尽自有福报。很多自然卷之人，常年嫌弃自身发质，想方设法拉至烫质，刻意迎合世俗，强行抹平自身先天命格特征，违背天命而行，只会导致内耗缠身，诸事不顺。顺应天命，方能借力而上，接纳本源自性，才能解锁专属福报与人生造化，最后重生核心命理观点，面向可变祸福，但命格决不决定终身结局。佛遇来人若是恃宠而骄，作恶放纵，终将耗尽福报，跌落凡尘。困顿一生，先遇来人若是狂妄懈怠，荒废天赋，终将泯然众人，辜负先天绝佳格局，不洁之人。若是自暴自弃，怨天尤人，终将困于执念，终身走不出磨难困境。先天命格只是人生初始底牌，后天德行心性才是终身成败的核心关键。无论直发卷发，无论命格优劣，积德行善，静心修身，是改命的无上大道。所有玄学命理的终极核心，从来不是窥探天命，而是修持本心，坚守善念。愿所有天生自然卷的有缘人，认清本源，接纳自我，顺天修心，岁岁安康。也愿屏幕前的每一位读者破除执念，远离内耗，夫妻常伴，万事顺遂。